大家好，采用直接扦插的地瓜叶呢，经过4天后还可以保持绿叶的状态。除了地瓜叶很容易存活的原因之外，另外这跟扦插在很容易保湿的土壤也很有关系啊。而一旁的空心菜撒种时，也利用了土壤的特性，一开始使用了一次灌水的动作，就可以顺利出芽。这是水菜的特性，就连这红苋菜也都可以这样处理。更细嫩的绿苋菜则得在另外整地种植。至于这种植槽内小青龙不辣辣椒旁的菠菜呢，已经不耐气温上升，开始开花了。做了清除后，暂时先将空间全让给小青龙生长。在天气转热后，一旁的几颗洛梨长出新叶后，气色明显变得有生气多了。现在的气候变化太大，春季很不明显，直接就跳夏季作物啊。若是想种植玉米高大的作物，得赶快种。除了生长很快之外，也容易避免台风的麻烦。目前的夏季种植规划是依据环绕水池种植，因此这刚采收完蒜头的菜地，玉米采用事先育苗，再采用移植的方式呢，一下子此处就新种完4种夏季菜了。因为备用菜已经陆续开始种植，就有时间来展现提供采收菜的更大诚意了。现在要进行清理水池中生长旺盛的大坪。繁殖大坪的目的主要是要避免生长青苔。日照强，青苔的生长速度会非常快。青苔生成后会黏住草籽之外，取水也会不方便。而养殖大坪、净化水质与增加的利用都是用途啊。当然，绿化与降低水温也是一种用途。这些捞起的大坪，只要不接触水或是土壤，堆叠的方式就可以很快速让大坪干化，很容易达到种植环境循环利用的效果。捞起的过程可以发现水变黑了，主要原因是大坪的根系非常强啊，可以吸附水中的悬浮细质细沙，这也是可以净化水质的关键原因。由于从外面灌溉河道引进的水结构有2种，一是抽水站的地下水，二是浊水溪的圳水。圳水中常带有大量的细质黑沙土，透过制造流动活水的过程，可以增加水的养分，也可以将带有很多矿物质的黑沙土留下。只是这些极度细致的水中沙土，得再多处理才好方便使用。等待水沉淀变清的过程，就来整理这小青龙辣椒。这些已经采收过的小青龙辣椒，先是让其自由生长，只是因为排水的设计，让植株都往内倒下了。通常种植辣椒时，会多立柱防止倒塌啦，而为了增加生长数量，也会进行修剪。现在这阶段要进行处理，则是倒塌的方向都往内部，有的植株距离变得太近而不透气啊。另外，因为倒塌的缘故，也让长出的辣椒太过于贴地。目前的做法，先将一旁原本种植菠菜的土壤往下拨，并将植株往上抬约45度，在底茎处进行培土。因为向光性的原因呢，叶片会自动在做转向的动作，适度的先拉开植株的距离。这事后都还可以利用立柱或是修剪的方式来调整树形。只是若是要兼顾采收，利用分批进行会更好。培完土之后，
在植株旁多做一道排水措施。虽然这是垫高种植，但是进入雨季后，排水做好，生长可以更为顺利。格子捞出的大瓶已经开始有脱水的现象，环绕水池的水也开始沉淀变轻啊。现在利用浇水的方式加减降低水位哈。这前一天调整后的小青龙叶片就转向完毕了，而土壤因为垫高，所以表面干化得很快。不过因为土壤是维持很好的团粒结构了，下方一样很有保水与透气的效果。至于这空出来的小青龙旁边，地势调低后，就又多出可以种植小白菜的空间了。而虽然目前还没有种植，但若是不嫌麻烦，浇水时趁机也浇一下，也可以维持土壤的活力。这做法跟一般习惯利用烈日晒土的方式有些不同。烈日晒土时，主要的考量点是在对土壤做杀菌除虫的动作。因为想多利用大自然的力量，浇水的过程除了补上来自自然的水源能量，也希望提供水的过程可以让地底的微生物菌维持运作。当然，如果只考量让土壤变得非常干净，专心晒土也无妨啊。只是要让土壤恢复活力，就要花一点时间跟功夫啊。而在影片说很有诚意、方便让人采收的种植，是要在水池内呢做一条可以走的便道。这样方便年纪大的长辈容易行走，避免滑倒。做好便道，让人自行采菜，诚意算是满满的。由于这中央种植区本来就留有4个进出口，现在在水池内要做出可以踩踏过水池的便道，也可以提供特殊用途。环绕水池将被切成5段，在水里加装硬的出水管，水一样可以维持互相流通。水池分段后要进行水耕，也会比较好区段进行控制啊。至于要控制什么外在因素，等实作时再进行说明。这样反复堆叠淤泥的过程，除了等待淤泥干化与降低水位，等到外面灌溉河道来水时，才进行埋管。现在埋管的水位已经是多日未进水的低水位，目前埋管的时间点已经可以进水，一直等待的时间点是在量测可以进水的低水位啊。这样的深度才有办法确认低水位时水仍可以流通。而制作便道的过程也算是在帮蓄水池清淤与加深啊，这更可以确保没有铺设防水布的环绕水池，夏日的蓄水量可以增加。水位降低后，土壤干化，要堆砌便道速度就可以更快了。另一侧也顺道进行清淤，多做出一条便道。只要反复几次的操作，很快便道就可以铺平了。而水清无鱼这句话感觉很有道理哈。清淤扰动水池淤泥的过程呢，似乎把淤泥中的矿物质翻出来啊，鱼的数量很有突然集中大增的感觉。开始拉高水位，水变清后，鱼又不见了啦。暗管目前已经落入水底，后续继续依据环绕水池的种植变化呢，是否也会发生蝴蝶效应？以上种植进度分享，谢谢收看。